女主姬川绫子是一科杀人犯搜查组10组的主任，也是一科内唯一的女主任。即使不在精英组，也能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、共情力和自觉，率领自己的小队姬川队屡破奇案。年仅27岁就晋升到了警部部，但也因为她的办案风格和争强好胜的性格，在同行内遭受非议，大家都叫她大小姐。绫子的姬川班之前有3人：王牌助手菊田、正义小弟大冢、老实大叔宝叔。但接受案件后，当地警署来了2位刑警支援，井冈和北见。井冈之前就和绫子相熟，一起办过案件。7月被调到这里，居然又能和绫子办案了。而北见是井冈带的新人刑警，东大精英组出生，来这里当实习警察。案件发生尸检后发现，男人的致命伤是被美工刀一刀分喉，胸腹部插着大量玻璃，是死前被人放置了大块玻璃，不断捶打形成的。死后腹部被切开，但不是用刀划的，而是用手伸进去反复10几次造成的。绫子猜测凶手是为了找东西，之前是用刑让死者交代，得知东西在肚子里后杀害，进行剖腹，真是残忍至极。新人北见听后直接吐了，但这一切都是绫子的猜测，没有任何目的。那凶手为什么要剖腹呢？如果是为了虐待，可以直接用刀，为什么要用手呢？绫子很是疑惑，而警方通过男人的牙齿治疗痕迹确认了身份，他叫金元，是名普通的上班族。问了他身边的同事，本来金元很胆小谨慎，做事踏实也不惹事，但在今年春天开始，他就变了，变成了个热血莽夫，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跑业务，拦都拦不住。金元的妻子也说，今年春天开始，他行为变了古怪，每月第2个周日总会找不同的理由出门到深夜才回家，而金元的死亡时间正是8月的第2个周日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固定出门肯定和他的死有关。绫子除了想不通为什么剖腹外，还有一点想不通，那就是尸体为什么会放到这么斜的地方。晚上拉着井冈再次回到现场，留意到禁止游泳的警示牌。井冈说这牌是上个月7月分离的，因为这湖被检测出有阿米巴寄生虫。突然绫子回想起前不久法医说过，最近有个人的脑被一种叫阿米巴的寄生虫给吃了。名字想到了一种可能，立刻回去汇报，要调整案件的调查方向。这尸体不是犯人故意放在那的，而是有人没把它拿走。那人很有可能就是前不久因感染寄生虫死掉的生者。分析了他的感染时间和地点，正是公园的那条河，死亡时间就在8月份的第2个周日前后。名字猜测，犯人的计划本来是将人杀掉，把尸体丢到湖边，让生者将他抛到湖底是灭迹。但很不巧，孙哲在之前就死了，所以没能处理掉。剖腹也不是为了找东西，而是为了挖空肺部的空气，让尸体不浮出水面。绫子认为这恐怕是装连环杀人了。孙哲就是在处理3具尸体时感染的，刚做好防备潜入湖底，果然找到了另一具尸体，同样是被封喉剖腹，证明这确实是一件连环杀人案。案件瞬间升级，高层决定加快人手。绫子的死对头来了，圣无外号钢铁，是无主的主任。钢铁的外号充分说明了他共情能力低，而善于共情的绫子可格格不入。钢铁的情报网很广，但这些情报都只会留给自己用，所以跟他合作没有一点好处，还要跟他紧。巫婆阿绫子立刻动身和警方调查，起身者他有过前科，5年前烧毁并遗弃了双亲的尸体，被判4年，去年8月才出狱，父母身上有明显的致命伤，怀疑杀人的就是他。孙哲还有个妹妹，因为这事得了精神病，现在在精神病院治疗，而孙哲存折里有79万巨款，根据他那工资1年收入，绝对不可能存这么多钱。约法证明，孙哲就是那个处理尸体的人。另一具尸体身份也查明了，叫华川，他的风评和金元十分相似。今年年初突然打了鸡血，工作变得十分亢奋。他妻子也说，年初起每月第2个周日都会出门。这第2个周日究竟有什么事发生呢？竟然能让人变得这么积极亢奋，仿佛找到了人生目标一样。大总和北见调查2人的亲朋好友，找到了华川的大学同学田代。华川在4月份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个叫草莓之夜的派对，
大众在网上查了相关信息，网友评论这草莓之夜是隐藏网页，上面放有真实的杀人视频，看完后会弹出一条信息，你想亲眼看吗？如果点响，那么就会收到一封杀人秀的邀请函。还有网友留言，草莓之夜当晚的祭品是随机从当天的观众中挑选的，举办时间就在每个月的第2个周日。但大众没有找到那隐藏网页，上士不相信这些网络传言，林子相信不肖的能力，力争一定会找出证据证明。这个猜想带着击穿班众人。根据网友的留言，草莓之夜的举办地通常都在废弃的演出场所或者小剧场之类的地方，逐一排查金源和华川住处附近的地点。大众很感激林子对他的信任，认同他的搜查结果，想争一把气，证明自己，帮助林子破案，打丧尸的脸，摆脱掉搭档北见，单独行动，找之前逮捕过的黑社会当线人，要他帮忙调查草莓之夜的线索。线人查明了留言网友的身份，提醒大众不要再侦查，不然会引火上身。东大帆船部在练习时，河里突然出现一具腐尸，一番打捞后，好家伙，里面经常有几具用蓝色塑料纸包裹的尸体，死状和金源华川的一模一样。毫无疑问，他们都是草莓之夜的祭品。按照医院一人推算的话，草莓之夜举办了快1年，正巧就是孙哲出狱后才开始的，他肯定是破案的关键点。林子带着金刚来到精神病院找孙哲的妹妹，但主治医生不让2人探访，因为妹妹是重病患者，情绪极度不稳定，时常会出现自残行为，医生担心警察的审问会刺激到他去自杀。林子没办法，只好作罢。晚上召集击川帮众人开会，却怎么都联系不上大众。直觉敏锐的林子感到很不安，逼问北见，原来大众当行动了。众人一直等到差不多12点，开门进来的不是大众，而是始祖的组长。林子似乎预见到他要说的话。失主另一队的主任日下回来报告，大壮去往一家废弃的演出厅，被人用枪射爆了左眼。不过惊人的是，他凭借强大的意志把自己拖到门前，好让人发现他的尸体，不然在里面的话，恐怕没这么早发现到他。林子拿着花来悼念大冢，大冢很崇拜林子，当他是自己的师傅。林子也一样细心的在栽培他，还细说他是自己的大徒弟。曾经大总问过林子为什么要当警察，林子没有跟他说，因为林子不像他一样，本身有着一份单纯的正义。当警察是为了保护别人和社会，名字是经历过黑暗看到光明后，才想努力保护那份光明。曾经的林子是连环抢劫难的受害者，那晚犯人捅了他一刀后实施强暴，林子害怕得无法动弹，血泪从眼睛里流出。对于林子来说，那晚就是他的草莓之夜。林子很想抹除掉一切，那个男人那份记忆，甚至连自己想抹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名女警拯救了他，让宁子暂时忘却了那份痛苦。女警看宁子情绪状态稳定后，开口问起犯人的事，但宁子依旧不敢面对，依旧选择逃避。结果3天后，曲警因公殉职了。他在追捕那强奸犯时，被他捅死了。在他日记里，宁只能感受到他的正义感，以及他对自己的关心和鼓励。女警的那份光驱散了林子心中的黑暗，让他有勇气站出来出庭，指证犯人。不过这并不是林子想当警察的原因，真正原因是出庭时，对方律师诡辩说林子当时没有反抗，相当于默认了那次性行为。这份抗争感动了旁听席的所有警察，纷纷向正在和邪恶对抗的林子以及女警致敬。林子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警察，他也想加入这个行列，继承女警的意志，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。而现在林子要继承的人又多了一个。另一边，钢铁看起来是个狼过的人，但同僚的死让他十分气愤，追查到大冢的线人，逼他说出知道的一切，拿到关于草莓之夜的资料，然后打电话问小女警拿田代的报告。不巧被菊田听见，明白钢铁又在偷偷行动，他肯定知道很多信息，决定去找他算账。找到他时，钢铁正在殴打年代，因为大众就是他害死的。钢铁法器都撒在他身上。天台其实也是草莓之夜的常客，因为大学同学华川死了，他害怕向大冢告密，相当于是他把大冢推向了深渊。
田大老师交代了一切。某天，他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一个网站，他好奇点了进去，播完一段杀人视频后，弹出信息：“你想亲眼看吗？”原来以为是网上的游戏，出于好玩就点了试，可没想到1个月后，他竟然收到了一封邀请函，里面除了邀请函外，还有他所有的个人信息以及家人的照片，意思很明显了，他不接受邀请，受伤的可能就是他的家人。连带硬着头皮过去，交了10万入场费，来到观众席，工作人员大概3到4人，每次现场观众20来个，当晚会从中挑选1人当作祭品。先是上演胸口碎玻璃，最后刽子手登场，用美工刀一刀封喉，切开腹部。起初田大以为自己会很害怕，可没想到看完后被非常兴奋，肾上腺素飙升，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让现场的所有观众都觉得活着真好啊。所以看完后的每个人都非常积极亢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事都敢尝试，因为说不定下个月的祭品就是他。所以他们每个月都当作是人生最后1个月。来生存钢铁听完，拿出照片问他工作人员里有没有这个人，连带说他就是刽子手 F。 居田想到和案件最相关的人就是孙泽库卡瓦，第一个字母缩写就是 F， 可他在8月的第2个周日前就死了。金元并不是他杀的，不是他那就只剩一个可能了。2人迅速赶往精神病院，邀请去见神者的妹妹，医生还是一口回绝。钢铁拿出照片和他对峙，菊田也查了外出记录，妹妹每个月的第2个周日都会外出，毫无疑问，爱是他。钢铁告诉医生，妹妹已经杀了11个人，再放任不管，受害者只会更多。医生震惊了，没想到他每次外出都会结束一条生命。老实交代了妹妹的事，他入院一开始进的并不是精神病院，而是急救科。他用美工刀将自己的肉一块一块切了下来。入院期间也持续发生自残行为，因此才转去了精神病。造成他精神病的原因是他双亲都吸毒了，在家疯狂被虐待，最后还被母亲再婚的继父性侵，而母亲则冷漠地在旁继续吸毒，最终导致妹妹精神崩溃。继父摸过的地方都被他一块一块亲自割了下来，试图将不干净的地方全部抹去。医生带着2人来到病房，发现妹妹她溜走了。而另一边，由于大冢的因公殉职，北见的搭档没了，林子决定亲自带他继续搜查附近的废弃演出场所。北见告诉林子，之前大冢查到一个可疑的地方，带着林子过去调查，那是一栋废弃大楼，确实很适合办案。调查了一番后无果，林子开始担心其他组的调查进展，特别是新捞出来的9具尸体。为什么他们9具尸体都在同一个地方，但从7月份开始的2具却在公园呢？突然林子想起井刚的话，危机感不断地向影子袭来。影子开口确认，北见想用打死大统的方法射爆林子的左眼，还好林子的直觉敏锐，偏头躲过一劫。北见不装了，没错，他就是草莓职业的策划人，大冢也是他杀的。在第1次会议上，名字说出剖腹是为了找东西的想法，当时匪健听见不是恶心想吐，而是想吐了。从小匪健就有反社会倾向，黄赌毒什么坏事都干齐，爽完后他就感觉已经真空虚，普通的违法犯罪已经刺激不到他了。直到他遇见了 F， 那天北健的朋友把一个女人玩死了， F 冲进来一刀将朋友封喉，鲜血从喉咙喷出，爬满了朋友的身体和脸颊，就像一颗草莓一样。北健看呆了，感觉在欣赏一个艺术品。看着 APP 残忍地将朋友切成肉块后，北健的求生欲爆发，满脑子只有一种想法，活着真好啊。原来看到别人悲惨的死法，就会唤醒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欲望，庆幸自己活着的美好。北京要将这份感觉散播出去，和 F 达成合作，出资举办草莓之夜。在那之后，北京不仅有活着真好的感觉，还有像神一般的权衡感，可以随意支配敌人的生命。交代完后， F 随即现身，他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，冷漠地看着一切，直到北见试图想侵犯名字，他的表情才开始动摇，不好的回忆涌上脑门。听着北见嘲讽名字，说他和自己和 F 是一样的，总是高高在上看人，想必在看到尸体的时候，肯定也有活着真好，还好不是我的想法。林子没有否认，反而 F 否认了，
他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活着的，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就像肮脏的蛆虫一样，不然为什么父母总是虐待他，根本不把他当人看？但是一个女人划破自己的手背，告诉 F 你和我一样都是正常的人类。其实这才是 F 自残的原因，通过不断流血证明自己还是一个人。但后来那个女人被玩死了， F 的心也彻底死了，变成了被北见支配的杀人工具。林子在旁也没闲着，趁着两人在争吵，把手绕到前面开始反击。F 也彻底唤醒了理智。北见看林子挣脱开来，想带走 F， 迅速拿起枪射击，林子被推了一把，差点摔死。北见正准备过去踩掉林子，却被 F 在后偷袭。还好菊田钢铁和井刚来到，其实井刚一直在楼下，他看到林子带着一个男人进去，以为他在约会，怕闹出什么桃色新闻，所以不敢进去，只好在外待命。要不是菊田打电话给他，人早就没了。最后菊田救下林子。F 看着流血的林子很开心，因为他也和自己是一样的。10年前，一辆酒驾车辆冲进铁轨，造成了超百人死伤的列车反复事故。可肇事司机米田竟然只判了5年刑罚。10年后，在同一条铁轨上，他的尸体被一分为二，左右对称地躺在铁轨上，就像一盘竹夹鱼干。一颗杀人犯十足的主任林子接到案件，看到尸体的第一感觉并不是恶心，而是这尸体太艺术了。当晚就点了一份竹夹鱼干。林子基本已经确定这是他杀，可为什么要把尸体竖着放在铁轨，而不是横着呢？大晚上的，无论怎样放行，驶来的列车长只能靠近了才能看见，那时就已经来不及刹车了，怎样都会碾死他，除非隔壁对面也有一辆列车经过。开灯找到男人，这样也许能反应过来。而且那段时间列车很频繁，但犯人的计划却依旧成功了，说明他很熟悉列车的行驶时间。林子吩咐击穿帮众人开展调查，尸体身上找到死者的身份证，他就是10年前醉酒导致列车翻覆事故的米田。钱包还有一张餐馆的发票，跑出过去调查，老板说听见他打电话，似乎欠下了8亿多的巨款。但就在案发当天，李田说有办法凑齐钱呢。银子带着新人叶山来到米田的家，在垃圾袋找到一份列车事故被害者家属协会的赔偿告知书。原来那8亿多是给铁路公司，还有家属的赔偿金。晚上名字看起列车事故的相关报道，被害者家属协会的会长叫小川，他是其中一名死者石春的父亲，追崇了一位列车英雄。德桑女儿石称生前赞扬过他，说他是名优秀的车站工作人员，他也是第一个到事故现场救援的人。他在事故后就离职了，受到的重大打击，没信心再做下去。女子问起他以前的同事德山的为人，他虽然是个不出彩的人，但现在勤勤恳恳，一直认真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，就像新来的小伙一样。同时还给林子展示了德山画的宣传画，非常工整和对称。林子不禁提出疑问，这真的不是印刷的吗？同事当时也很惊讶，但他是亲眼看着德桑怂恿的。另一边，宝叔和叶山去往被害者家属协会，得知半个月前小川辞了会长的职位。代理会长悄悄告诉两人，米田是不可能自杀的。虽然很不人道，但代理会长很感谢那人杀了他，因为米田那赔偿金的事太复杂了。两人也去问过死者家属，全部都对米田恨之入骨。米田被杀简直是普天同庆啊！林子接到宝石消息，拉上菊田过去。小川家问话，站在厕所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死得像一幅画。调查了房间、客厅，有发生争执的痕迹，应该就是杀死小川的第一现场，但地面却非常整洁，一点血迹都没有。验色后发现死亡时间在之前，尸体伤口有压迫的痕迹，是死后造成的咳嗽、咽炎。从伤口处检验出有纸尿裤成分的纤维，估计是用来止血的，难怪他伤口有压迫的痕迹，原来是用了纸尿裤来止血。而另一个新加入击穿班的小弟康平，去调查一件与米田死状相似的案件，不过这案的受害者并不是人，而是动物，无疑不是左右各分离吧。追凿案件可追溯到即可，近1年案发频率愈来愈高，从每年1次到半年1次，再到每个月1次，最后1周1次。
受害动物的体型也越来越大。宝叔从死者家属那打听到一名幸存者，但他一直拒绝加入协会。林子和宝叔过去问话，幸存者因为事故半身不遂，拒绝加入的原因是他们竟然包庇德山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德山才是真正害死他们的凶手。原来德山一直暗恋着石村，在茫茫人海中，只有他关注自己，其他人只会把德山当作是 NPC。在事故发生时，同事听见德山嘀咕了一声石村后，马上冲去了现场。幸存者就在石村附近，以为德山过来是救人的，确实是救人，但他眼里只有石村一个人，想强行把他拽出车厢。本来两车厢之间维持着奇妙的平衡，但德山每拉一次，车厢就摇晃一次。在窗边的其他人感受到后，喊他赶紧住手，可德善根本不听劝，把石村一手拽了出来。很快，真正的悲剧发生了。知道实情的人就生幸存者，远处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听了小川会长的推崇，以为德山就是救人英雄。结果讽刺的是，他所推崇的英雄才是真正杀死你的凶手。就在半个月前，幸存者把真相告诉了他，因此小川才辞去了会长一职。估计之后他也去找过德桑确认，所以杀死米田和小川的凶手叶山。追查到德山的踪迹，他经常流窜在各种网咖。林子直觉他肯定会在案发现场的铁轨附近，叫众人一一搜查附近的网咖。果然有所发现，就在11号包厢。林子推门打开，又是一幅美画。家伙原来是强迫症患者，而且是左右对称的重症患者。无论是重化爆响号物质，甚至连杀完人的尸体都是对称的。林子回到案发现场，果然得杀回来欣赏自的作品啊。林子揭穿，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复仇而杀掉了米田，而是为了完成他的杰作。林子在一开始看到米田的尸体时，就已经感受到了左右对称的美。在看到德桑的作画以及小川的时候，林子基本确定凶手就是他。不及米田和小川，连石春的死也是他潜意识创作的作品。复仇只是德三的借口罢了。在他见识到用自己爱的人完成的最高作品后，创作欲望开始飙升。先是从动物下手，但逐渐动物已经满足不了他了。德山愈发阻止不了内心的欲望。就在这时，小川与他见面，想揭穿他的是德山一时冲动，拿起刀捅入了小川的心脏，用纸尿布按住伤口，拖入厕所。松手后发现极度不和谐，所以在右胸补了一刀。厕所结构也被冲不知，买了对称的窗帘和一样的壁画。在那一刻起，欲望得到了满足，他杀人将不再有理由，纯属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欲望。可惜小川这作品仍然不够美，所以德昌假借复仇的理由，借不用支付8亿赔偿金的理由，拼出来。杀完他后飞去铁轨，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死法复刻自己这一刀的作品。如果没有上集最后钢铁提醒的话，恐怕林子这时也会大口无言，默认的3个挂吧。但现在林子很清晰，他能理解杀人犯，但绝不认同行为。男人因嗑药死在厕所，本来以为只是普通的吸毒致死，但近期却连续发生了多起相同的案件。经法医检验后，他们致死的原因全是严重急性肺炎，而且都是吸了相同的一款新型合成毒品导致的。怀疑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吸毒致死案，而是一件恶意投毒案。林子听了法医分析后，向上司汇报，高层决定将案件定义为药物恐怖事件，决定成立专案小组，击穿班和3组的导班联合搜查，联合是甲，竞争才是神导班领队。岛主任是菊田的师傅，为人沉着，做事稳重，和他竞争破案。林子不怎么担心，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死对头5组主任钢铁，怕他差一脚进来抢功。而钢铁还真是这么想的，他目前追查的案件是件普通的黑帮火拼案，但在被害者身上找到和林子案件相关的毒品。斑马这投毒案可能和黑帮有关，钢铁觉得机会来了，收买现场人员，私藏线索，打算自己搜查，2个案件他都要破。林子带领击川帮对被害者进行调查，3人都有个共同点，都在玩一款手游。去往手游公司查记录，3人都和4个人交流过。林子怀疑其中就有投毒之人，他通过游戏平台随机找人发售毒品，查了注册账号的信用卡信息，这一查到其中3人都是女高中生，而且都是援交女。
好家伙，原来被害3人都是嫖客。女高中生们都说不知道什么药物，也没见过3人有。林子认为这3名女高中生都不是投毒之人，普通毒品他们或许会有，但这种能引发急性肺炎的毒品，他们应该拿不到，而且他们都没有散播的动机和引发恐慌的思想。那么就剩最后一个人了。叶酸查到那人是名男性，而且还是个大人物，网名 CAD， 真名叫夏凡，53岁。身为一个53岁的中老年人，竟然去玩一款年轻人玩的手游，这点就很可疑。而且他是现任总理搭乘的智囊团，在政坛的人脉很广，同时他也是个医生，还是取缔违禁药品协会的理事，常年都在为药物依赖者的患者提咨询，非常容易就能拿到能引发肺炎的药物。明子认为他是想以毒攻毒，与其在那天天宣传强调毒品有害健康，不如直接拿几条人命来说话，所以下版就合成能引发急性肺炎的毒品，牺牲几个瘾君子来警示大众。现在效果已经初步显现，市面上毒品的流通量大大减少，远离毒品的话题度也逐日上升。林子向上申请将下版带回警局温花，可下版表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手游，直接拿出手机让林子慢慢查。就在这时，组长收到岛主任的消息，他找到了毒品斑马的目击情报，是一个叫白芦会的黑帮在贩卖，所以这次根本就不是什么恐怖事件，而是单纯的贩毒事件而已，只不过不小心让有毒的合成毒品流入了市场。而且组长还查到下版上周都在国外，今天才回国。手游公司也说海外 IP 是登录不了游戏的，下版的信用卡很有可能被人盗用了。岛主任也查了下版和白芦会的关系，两者没有任何交集。综合来说，下版极大可能是清白的。这一乌龙直接让林子失去了案件搜查的主导权，毕竟人家下版直接打电话给警总监投诉了，这局面也是岛主任所替代的。估计岛主任早就知道白芦会的情报，就等林子把夏凡带回来之后，再公开打林子的脸，夺取搜查的主导权。岛主任也没有否认，归根到底，判断错误都是你的责任。林子无话可说，他说的太对了。而主任提醒林子，与其提防他，不如去提防钢铁。他们在专案调查白芦会，可却一点都没有提及过毒品斑马石。按照钢铁的个性，他肯定又把情报按了下来。然而钢铁的野心不止破2个案件，他还想将案件涉及的2个帮派白芦会和骗童主一网打尽。钢铁查到，实际上三伯斑马的并非白芦会，而是他的对家骗童主。骗童主想借毒品陷害白芦会，从而削弱他们的师弟。钢铁过去找白芦会老大，从中挑拨离间，加速2个帮派的火拼。这样一来，就能直接申请搜查令，将他们都一锅端。果然，不久后，白龙会行动了，带了一队人直冲骗童族。林子过去找钢铁问情道，钢铁当然没有回答，打电话想询问部下帮派的情况，却怎么都没人接，看来情况不妙啊。与此同时，林子接到电话，第4名受害者出现了，同样是急性肺炎而死，在家中也搜出几包斑马菊田过来报告钢铁的部下，在帮会火拼中医生了。葬礼时，钢铁一组人没有一个到现场悼念，这么冷血无情吗？部下死了都无动于衷。不久后，钢铁就带着上坡斑马的嫌犯来邀功，看到他衣袖的血迹，就知道他卑无情。只是对于他来说，行动才是一切。嫌犯就是骗童组的老大，本来斑马是指给白芦会的人，让他们吃了死掉，目的是为了削弱白芦会的势力，打算黑吃黑，但是不小心流入了市场。不过林子还是直觉不对劲，果然真正的犯人并不是骗童组。第2天，柯松岩对骗童组的毒品和死者吸食的毒品进行了对比，虽然2者都能引发急性肺炎，但成分却不一致，而且胶囊的成分也有区别。此名死者吸食的胶囊上含有牛奶的成分，经法医报告，4名死者的胃里确实检验到了牛奶的成分。也就是说，案件的真凶其人名字让击穿班迅速调查。第4名死者果然和前3个的共同点一模一样，也有玩过那款手游，在游戏里同样也有和4接触过。好书还查到手游公司内部有猎鬼，专门帮人克隆信用卡，也就是说有人盗用了下榜的信用卡，并做成了克隆卡，注册的4号也删查了。所有和4交流过的玩家逐一去询问，女高中生们都说4并不是一位老头，从对话中感受到他和自己年纪差不多，大概也是名女高中生。宝叔向宁子汇报，问了第4名死者的同事，之前他有在炫耀，说在游戏里认识了个女高中生，还和她援交过。宁子终于意识到哪不对劲啊！一直林子都认为这案件是个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恐怖事件，但会不会是自己想太多了呢？会不会其实动机十分幼稚呢？
林子心中浮现出一个不太可能的人选。过去找到卖克隆卡的人向他确认，果然他有买过克隆卡，他就是夏凡的女儿美树。夏坂作为大人物，个人资料信息保护应该很周全，这也是林子之前没有想到被盗用这点。就算后面意识到了，也觉得是恐怖主策划盗用的。但现实打了他的脸，真相是孩子偷偷使用父母的信用卡而已，就像我们偷偷拿父母身份证去开游戏账号一样。卖卡的也指证了美树在8年前确实找他克隆过卡。美树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，孩子花父母的钱是天经地义的，他们不给我办卡，那我就偷偷办。美树不仅觉得花父母钱是天经地义，连自己去援教也是天经地义。对于这种扭曲的价值观，林子没有跟他深入探讨，最主要审问的是他杀死了4个人。问他毒品是哪来的，美树说是名恶心的客人给的。他是名医大学生，经常吵着将来要成为有名的医生。美树跟他说过他很喜欢奶牛，于是医大学生就将市面上的斑马再加工，在胶囊里加入了牛奶，变成了奶牛，骗美树说这东西有益健康。美树当然不信，于是就给了其他客人。本来林子不想对他的价值观进行评论，但现在忍不住了。林子是毒药，没有对其劝阻，还欣然送人，这已经构成故意杀人了。就像别人想自杀，那么我们就要把他杀了吗？林子拿出4个被害人的照片，让美术好好看清此人的死状。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，不用死刑，这几乎是各国刑法中都遵循的原则之一。随着社会发展，青少年越发早熟，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层出不穷。最近就有上海初一学生的头偷渡，学生今年13岁，而我国刑法规定，未满14岁一般都不承担刑事责任，除非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等这类情节严重的，就算是判刑，也会遵循从宽处理的原则。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疑问：这到底是在保护未成年人，还是在纵容未成年人犯罪呢？而世界上对青少年保护力度最大的发达国家，应该就是我们隔壁的小日子了。日本少年法是专门给未成年人犯罪设立的特殊保护法，适用于未满20岁的青少年。近日，林子接触到一起受少年法保护的案例，男人在家中被人一刀捅入心脏致死，犯人拿刀的姿势应该在防卫，猜测犯人可能受伤了。家里有明显被翻着的痕迹。击穿班众人在案发地点附近调查，超市店员称昨晚有2人很可疑，买了绷带和消毒液。领子插了监控，脸没看清，但手臂有印着蜘蛛图。很快击穿班就找到了这帮同伙，3人都是未成年人，他们承认是入室抢劫杀人，但看得出3人都毫无悔改之意。事后，那3个入室抢劫杀人的未成年人竟然只判了1年零8个月，这有什么意义吗？2年不到的刑罚真的能让他们悔改？林子很不爽，估计出狱后他们还是那样。突然回想起法医说的2起案件，第1起发生在5年前，犯人 A 监禁杀害3名女高中生，却因精神失常喝醉了。第2起在6年前，犯人 B 凌辱女童，因他是未成年人，从宽处理判了2年，现在已经出狱了。不过现在2人都因意外生死，犯人 A 死于车祸，犯人 B 是吸入过量的兴奋剂而死。法医认为这可能并不是意外，而是被人正义执行了。林子本来没怎么在意，但看到那只猪团伙的嘴脸后，林子不禁反思：难道有人真的看不过眼，对那些毫不悔改的犯人进行正义执行？让击穿班开始调查犯人 A 和犯人 B。犯人 A 在逮捕前频繁出入图书馆，他看的全是关于精神病的书籍以及判定方法，很显然目的是为了装精神失常脱罪。而犯人 B 是个脸童，出狱后仍然死性不改，经常在小学附近徘徊。林子强烈地感受到，真的有人在正义执行，让菊田调查，犯了罪却被轻判了犯人，说不定里面还有人死于意外。果然有发现，一个监禁并杀害女初中生的犯人 C 跳楼自尽了，因为他3年前未满20岁，判了2年就被放出来。宝叔也去问了被犯人 A 和 B 杀害的被害人家属，他们听说凶手死了，心里特别舒坦，但是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，排除了复仇的可能。杏子继续按击穿班众人调查3人，争取找到3人的共同点。最终发现，负责3人案件的警察都是同一个人，他叫仓田。其中犯人 B 的案件还有钢铁灾。林子在警察系统搜查仓田的资料，但显示被锁了，看来他不简单啊。这时组长来找，叫林子别查那些意外死亡案件，他们高层已经将案件定义为意外，如果这时被翻案，这不就是打他们的脸吗？林子可不管这些，问组长认不认识昌田这个警察。组长没有回答，命令林子禁止调查后就离开了。
林子直觉，警察昌田很有可能就是那正义之行的人。既然系统查不到，那就找和他接触过的人问。过去找钢铁问到昌田是怎样的人，为什么他的资料被锁伤了。钢铁听见名字后脸色一变，反问林子为什么要调查他。林子无奈，只好说出犯人 ABC 接点死亡的事，怀疑凶手就是仓田。钢铁说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。仓田是个正义感爆棚的人，他的价值观认为杀人就要偿命，曾经看过他把枪堵入了犯人的嘴里，提醒名字不要接近他，小心被他给同化了。林子服软后，钢铁告诉他，昌田在3年前就已经辞职了，因为一起命案，他高中的儿子杀人了。3年前他儿子因素因分手将女友杀害，昌田也成了杀人犯的父亲，于是他就主动不干了。林子去到当地警署，发现罂粟案件的质量很少，因为罂粟对此供认不讳，桑田一家也没有对案件提出质疑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现在罂粟还有3个月左右就可以出狱了。林子来到桑田的家，这里已经是个凶宅，路过的邻居以为林子是来买房的，提醒他这可是凶宅。罂粟杀完女友后，女友的父亲来寻仇，将他在家的母亲给杀了。因为儿子杀人这件事，仓田可谓是家庭和事业都被毁了。菊田找到了仓田的旧同事，拿到他的照片，拿着照片去问过图管的人，他们说仓田来调查过犯人 A， 证明仓田已经知道犯人 A 装精神失常的事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仓田杀害了3人，但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那个正义之行。林子来到少管所，想找罂粟问话，但被他拒绝了。仓田也一次都没有来过，贪玩。他难道他已经和罂粟断绝关系了？在所外，林子问了正在劳作的阿姨，她说每月都能见到桑田2、3次，可他非常奇怪，每次走到拐角处就会停下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因为查不到仓田的行踪，林子决定守株待兔，一有空就会来。这期间不断的带入仓田的角色，感受他为什么每次到拐角处就会停下。可林子始终想不通。3个月后，林子终于撞见了他，仓田依旧停留在拐角处，看向少管所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林子看到他坚定的神情，明白了他杀人的目的。仓田并不是单纯因为那强烈的正义感而杀害了3人，他真正的目的是想亲手杀了他儿子，教会他杀人者就要偿命的道理。仓田不敢踏入少管所去见儿子，是因为他明白，一旦他看到了儿子有悔改之心，说不定自己就原谅他了。仓田为了不让杀死儿子的决心动摇，所以就逼迫自己杀害同样受少年法保护的3个犯人，这就是仓田心中的正义。但宁子也有他的正义，但要怎样保护呢？总不能等他出狱后24小时进行保护吧。林子多次要求见罂粟，但都被他以拒绝。英子没办法，只好另找途径，问了当年帮罂粟辩护的律师，他说仓田是个很严厉的人，竟然不要求做减刑之类的争取，而且一次都没来过旁听，看来是真对儿子失望了。罂粟也有点奇怪，一般犯人都会向法官求情，但罂粟全程不说话，默认了所有罪名。律师看了警察的报告，罂粟的女友是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杀的。律师觉得罂粟的不反抗应该是他父亲昌田让他做的，于是罂粟就遵循了父亲的话，默默接受所有的刑罚。晚上，组长听说了仓田的事，问林子3人真的是仓田杀的吗？林子说，现在仓田活着的意义，就是等罂粟出狱后，将他杀死后自杀。如果能让他明白罂粟已经洗心革面，说不定就能阻挡他。组长将仓田妻子死前的事告诉林子，他和仓田不一样，妻子始终认为儿子不可能杀人，在儿子认罪后曾经来过警局，要求警察调查清楚。他相信儿子就算他杀人了也是有苦衷的。林子借罂粟妈妈的事要求和他见面，但颤抖的手已经出卖了他。这消息对于罂粟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安慰。林子明白了，果然如律师猜测的一样，林树早就知道父亲对他彻底失望，甚至出狱后父亲想杀了自己，所以他才放弃了抵抗，遵从父亲的价值观，杀人就得阐明，什么双枪奔赴啊，这不就表明宁子救不了罂粟吗？但宁子仍不放弃，去找罂粟女友的家人。女友母亲最近终于缓过心情，整理了女儿的遗物，看到她手机上有向闺蜜求救的短信，女友父亲丧失的儿子威胁她，如果不分手和她在一起，就炒了女友父亲。对此，女友父母一直不知情。林子去往大学，找到女友的闺蜜，闺蜜说上次儿子是个变态跟踪狂，经常尾随女友，女友被杀前他总是提心吊胆的。林子听了，似乎想到或许他和自己经历过一样的遭遇。闺蜜还说，女友和罂粟很恩爱，如果不是上次儿子的威胁，他们绝不会分手。
也就不会造成那样的悲剧了。林子让姬川班立刻调查起丧尸儿子，而他则赶去接罂粟出狱。赶到后，苍田随即也来到。这一次，他终于往前踏了一拐，过了那个拐角，看到儿子罂粟后，内心果然有所动摇，反而罂粟却十分坚定。他很明白自己接下来的命运，拒绝了林子，选择跟随父亲回家。两人回到家后，罂粟开口第一句便问苍田，他是不是想杀了自己多少人？而林子接到菊田打来的电话，他找到了丧尸儿子，已经供出了一切。他承认一直跟踪女友，还对他实施过强暴。林子终于明白罂粟杀人的目的，立刻赶往苍田的家，但来到时已经晚了，罂粟已经上吊自杀了。原来罂粟始终在贯彻着苍田的家庭教育，人一犯错就完了，杀人者也是需要偿命的。林子猜测女友在被玷污后起了自杀的念头，觉得对不起罂粟，也无法原谅被糟蹋的自己，让罂粟把他给杀了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我上集结尾说的，想自杀的人让你把他给杀了，那我们应该杀吗？罂粟就觉得应该，他没有阻止，因为他也无法接纳和原谅被玷污的女友。此刻两人都只有一种想法，那就是死，只有死了，这一切才会被重置，才能弥补犯下的错。